忘記勞力士嘅配貨神話。喺好多人眼入邊，精工呢兩個字通常代表住腳踏實地、平民甚至廉價。大眾習慣咗將佢當成平價石英錶嘅代名詞，覺得佢缺乏瑞士高級機械錶嗰種工藝靈魂。但你又知唔知，石英錶喺50幾年前第一日面世嘅時候，佢其實係一件比任何瑞士機械錶更遙不可及嘅超級奢侈品。故事要由1959年開始講起。當時全世界嘅手錶基本上都係靠發條同齒輪驅動嘅機械錶，每日嘅誤差至少幾秒。為咗喺未來嘅精準度大戰中勝出，精工喺1959年默默啟動咗一個代號叫 59A 嘅秘密 project， 嘗試將原本有間房咁大嘅原子鐘結構縮細。眼見電子技術嘅威脅迫在眉睫，瑞士各大名廠包括 Rolex、Patek Philippe、Omega 在內嘅20幾間廠喺1962年都決定破天荒合作。佢哋喺瑞士成立咗一間叫 CEH 嘅研究中心，集結咗全瑞士最頂尖嘅製錶大師，誓要搶先做出第一隻石英錶。到咗1967年，瑞士呢個大廠聯盟雖然成功做出咗機芯嘅 prototype Beta 1同 Beta 2，但佢哋冇辦法喺短時間內做出真正嘅量產。結果精工截胡。1969年12月25日嘅聖誕節，精工喺東京搶先量產發售世界第一隻商業化嘅石英錶。佢嘅名字叫 Seiko Quartz Astron 35 SQ。呢一隻18K 黃金 Astron 裏面安裝嘅機芯係喺陶瓷基板上面固定咗76個電晶體同29個電容器嘅混合 IC 晶片，入邊嗰粒石英管每秒震動8192次，做到咗每日誤差只有正負0.2秒。當時呢一隻錶嘅官方零售價高達45萬日元。1969年嘅45萬日元係咩概念？呢個相當於當時一個普通打工仔足足14個月嘅人工，而呢一個價錢買到同樣係18K 黃金嘅 Rolex 1601有得。精工一出手係最高規格嘅奢華定位，既然技術贏晒，精工大可以收埋個專利壟斷全球市場賺大錢。但係精工喺70年代初做咗一個徹底改變世界鐘錶格局嘅決定。當時精工嘅掌舵人福道正次，佢知道如果精工獨吞專利，瑞士同美國就會聯手研發另一套互相排斥嘅石英標準，到時市場就會陷入內耗。與其係咁，不如直接將步進馬達以及 U 型石英晶體嘅關鍵專利向全球無條件公開。精工大方公開專利，等於直接向全世界宣布，以後全球做石英錶全部都要跟精工嘅底層邏輯嚟做。呢一個轉折點直接引發咗歷史上著名嘅石英危機，因為精工制定咗全球嘅標準，瑞士傳統機械錶根本冇力還手。喺70年代中，傳統嘅瑞士鐘錶業遭遇咗最慘烈嘅衝擊，超過2/3嘅瑞士製錶廠面臨倒閉，數萬名瑞士製錶師一夜之間失業。而到咗80年代，因為全球工廠都跟住精工嘅標準大量生產，供應鏈做大咗，手錶嘅成本終於由一架車嘅價錢徹底跌到落一餐飯嘅價錢。手錶由奢侈品變成咗人人買得起嘅生活必需品。但好多人唔知道嘅係，呢一場大洪水其實連精工自己都衝擊埋。早喺1960年，精工為咗向瑞士機械錶宣戰，就已經創立咗代表日本頂級機械工藝嘅高端產線 Grand Seiko。但當1970年代石英錶全面普及，成本暴跌之後，全世界都覺得機械錶係落後，應該被淘汰嘅產物。結果精工親手掀起嘅石英革命，竟然逼到自己要喺1970年代中將 Grand Seiko 機械線打入冷宮。精工自己都變成咗一個只係做平民石英錶嘅大眾品牌。當精工呢一個標籤徹底變成咗幾百蚊一隻之後，大眾產生咗一個深深嘅迷思。好多人覺得電子晶片始終會老化，石英錶始終有一日會變成無法修復嘅電子廢物，根本談唔上乜嘢工藝傳承。為咗解決呢一個關於時間傳承嘅痛點，精工喺1988年推出咗首款 Grand Seiko 石英腕錶，佢嘅精確度係每年10秒，比其他石英機芯高出好多倍。
去到1993年，精工更加研發出超越石英嘅石英 9F 系列機芯。佢有咩咁犀利？第一，佢哋開發咗超氣密結構，呢一個結構可以喺更換電池嘅時候，避免灰塵進入機芯嘅纖細零件之中，並且確保步進馬達驅逐所需嘅潤滑油確實同空氣隔絕，延長潤滑油嘅壽命。第二係精工首次喺石英機芯加入傳統機械錶先有嘅 pacing switch， 亦即係可以手動調節快慢。如果因為環境條件或者其他因素影響，手錶變得過快或者過慢，呢一個開關就可以用嚟校正偏差。當我哋睇清楚呢一段橫跨50幾年嘅歷史，我哋翻返嚟2026年，再望下手上呢一隻精工。今日好多人帶住隻幾十萬嘅大熱炒款，覺得幾百蚊嘅精工好平凡，但佢哋唔知道嘅係，精工之所以咁平，唔係因為佢冇內涵，而係因為呢一間日本製錶廠喺50幾年前打咗一場極致嘅商業心理戰，用開放專利嘅代價制定咗現代社會運行時間嘅標準。手錶嘅內在價值從來唔應該由二手市場嘅金融炒作或者奢侈品集團嘅公關銷售嚟定義。一隻幾百蚊港幣，用商業大格局改變咗人類歷史軌跡嘅精工，同樣配得上頂級收藏家嘅愛戴。呢度係 Watch Value Hong Kong， 我哋只講真話，純粹以歷史份量同對人類嘅貢獻嚟講，你覺得精工配唔配得上頂級製錶大師呢一個稱號？留言話我知。